Hello，呢個蘇 show 又係我 Chichi Eleven 嘅今日頭條。冇錯啦，我咧今日就睇咗一個 documentary 啦，咁就係德文嚟嘅，咁就係關於3個歐盟嘅國家佢哋所做嘅相對於 COVID-19 嘅措施唔同嘅觀點，就例如係瑞典啦、法國啦同埋德國嘅對比。咁點解會係呢3個國家呢？因為瑞典咧，佢哋係唯一一個歐盟國入邊冇做到任何 lockdown 嘅，同埋佢哋相對應措施嘅。仲有就係法國，就係成個歐盟國入邊最嚴厲 lockdown 嘅一個國家。而德國咧就係處於兩國嘅平衡，所以咧呢一個 documentary 就非常之有趣。我就睇到佢入邊有講到5大個重點，咁我就將佢抽出嚟同大家一齊分享。第一個就係關於死亡數字，好奇怪嘅喎，瑞典咧就係冇做到任何相應措施，相對上係放棄啦，就由得人類佢哋自己去自生自滅啦。簡單啲嚟講。咁但係法國咧，佢哋就係做咗一個非常之嚴厲嘅 lockdown， 每一日人民而家只可以出門1小時，要出去買嘢或者你係去睇病咁樣。竟然瑞典同埋法國目前為止嘅死亡數字係差唔多，幾乎係一樣，都係差唔多37000個。有學者咧就發現當一個 COVID-19 嘅患者送到去醫院嘅時候，佢哋嘅死亡率係有6至8%，但係普通嘅肺相關嘅病咧，如果係送到醫院咧，佢哋亦都有8至13% 嘅死亡喎。咁所以大家就諗到，其實呢個病係咪真係咁嚴峻？係咪真係咁可怕呢？喺法國因為床位嘅不足每一日咧都有將多出嚟嘅病患者咧去送到其他歐盟國家嘅醫院啦。咁基本上每一日都有150個患者係送到嚟我哋德國嘅醫院嘅，所以咧德國而家嘅醫院咧基本上係有多出嚟嘅床位係 prepare 俾 COVID-19 嘅患者。咁亦都有醫生批評啦，其實有更加多更嚴峻嘅病患者，例如 cancer 嘅患者啦，更加需要床位噶嘛。因為呢一個 COVID-19 嘅出現好多醫院咧佢哋強迫性係要空出床位出嚟，而令到其他嘅患者咧好似受到唔尊重咁樣咯。嚟到第2個重點就係關於人類嘅恐懼嘅。有學者咧就批評政府咧有可能利用數字咧去控制人類嘅恐懼，而令到人哋去遵從政府嘅一啲相對應嘅措施。新聞媒體有時候去誇大一啲 estimate 嘅數字例如係過咗去1年之後，可能人類會因為幾多數字而死亡將一啲每一日數字嘅升幅去報出嚟，而令到人哋更加覺得呢個病真係好急切咁樣。例如啦，喺德國造成咗37% 嘅人咧係對於 COVID-19 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恐懼，而喺法國亦都有70% 係對於呢個病嘅恐懼非常之大嘅。其實有學者咧就批評因為癌症而死嘅人類係比 COVID-19 而死嘅人類多出4倍咁多，而喺德國甚至係20倍添。所以呢一種人類恐懼嘅操控咧，令到我哋忽略咗其實有更加多可怕嘅病，而 focus 咗喺呢個 COVID-19 度啦。第3個重點咧就係關於人權同埋自由大家都知道啦，法國咁嚴厲 lockdown 咧，而令到好多嘅大嘅家庭，譬如1家4口咧，佢哋有好多嘅拗撬啦，小朋友佢哋嘅成長亦都有受到阻礙，夫妻之間嘅拗撬亦都多咗。呢個 documentary 亦都有講到瑞典因為冇做到 lockdown 嘅關係因此而保住飯碗，亦都佢哋因為咁樣而覺得人生更加開心相反喺法國佢哋真係好 depressed 咯，所以有好多嘅遊行嘅出現去反映呢啲聲音啦。之前喺柏林亦都有好大嘅遊行，好多嘅人其實唔係一啲冇學識嘅人而係一啲學者啦，或者係醫生啦、護士啦，佢哋認為呢一措施係令到佢哋嘅人權受到侵犯，冇直接對症下藥，而係做一啲門面功夫咯。所以嚟到第4點呢一個 documentary 亦都有講到一啲政治嘅因素。好明顯瑞典佢哋做呢一個措施咧係受到好多市民嘅追捧啦，因為佢哋嘅衛生局亦都有諗過，其實短期嘅 lockdown 唔會令到一個病去完全消失噶嘛，大家與病同行先至係一個長遠嘅計劃咯。好似德國嚟講，佢哋有相應嘅措施，就令到呢個死亡率去到咁低嘛。應該係話及時進行一啲啱嘅措施先至係最重要嘅咯。甚至去到最近衛生局當局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權力，做任何嘅措施嘅時候唔需要經過議會通過，所以法庭咧又認為呢一啲其實係侵犯咗人權啦。
同埋係犯法嘅喎。嚟到最後啦，就係講到人與人之間嘅影響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長者咧係我哋人類入邊最脆弱嘅一群啦，對於呢一個疫情嚟講，所以咧最慘嘅就係長者咯。有好多個長者住喺老人院咧，佢哋一方面唔可以外出，另一方面亦都唔可以有人嚟探佢。探訪長者嘅親人啊，只可以喺老人院嘅外面啊，遠距離咁同佢哋打招呼。所以咧呢一個 documentary， 我覺得係俾人類一個深思啦，好好機會去了解更加多唔同方面，政治又好啦，或者係唔同嘅市民嘅聲音又好啦。呢個世界冇非黑即白嘅，你可以話呢一啲而家 lockdown 相應嘅措施係一啲好嘅嘢，亦都可以話唔好嘅嘢。大家都見到有3個唔同嘅 examples 啦。我覺得呢一個 documentary 做得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取於一個平衡啊，所有論點一齊鋪出嚟，大家自己一齊各自討論咯。好啦，今期頭條就講到咁多先啦，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就 bye gesund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Tschüss。今日條片有結束啦，多謝收睇。如果中意我呢一條影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啊，同埋仲未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嘅話，記得按埋 subscribe， 再按埋上面嘅小叮當，咁就可以每一日收到我嘅更新通知啦。好，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多謝 Cheers。